电钻小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明。今天下午接到一个好活，然后就是装一个闭关马桶。商家下单我也报价了，报了400多。最后商家直接打电话联系我，加我微信，让我把这个活给4接了。我一心想，这4接还不是好活吗？平台没有用尽了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接下来，然后就过来看一下现场。商家说客户这边着急，瓦工师傅呢正在铺地。我还以为铺的就差不多了。我过来，他只做了一个厨房，其卫生间啊、地面都还没开始做。安装闭关马桶，其实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。这东西我心想它也不难，就过来看看吧。给的价格也不低啊，关键是图纸研究了一下，看了一下这个配件，它也没多少配件，很简单，这个东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。附件呢就是几个螺丝，还有水箱按键。这个比较粗一点的螺丝就是将来固定马桶用的，这2个螺丝呢就是安装的挂片，要固定在墙上的，这是上边的。下边的位置呢是直接打膨胀螺丝，因为我们北方这边它是有地暖，提前已经做好了地暖，所以说这个打孔是不可以的，所以只打2个壁挂螺丝，就是上面这2个螺丝就可以。这个黑色的卡子呢就是装在下边的，我们实际操作的话一眼就看明白了，就是固定那个排污口的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架子拿到卫生间比划2下，看看它是安装在什么位置，然后跟瓦工师傅跟那个业主确认了安装的位置，实际我们就开始操作了。这个黑色的是一个下水口的斗帽，这个一插就可以。这一套是安装马桶的时候要用的，现在还用不上。这是装马桶的一个，这叫什么垫子？海绵垫。由于现在呢，地面还没有铺设啊，然后跟瓦工师傅要确认地坪的高度，就是说他用水平仪和那个就是咱们进户的防盗门已经装好了，从防盗门翻出来的尺寸啊，就是它那个地平线，他把地平线告诉咱们以后，咱们就根据它的地平线，然后调节这个架子的高度，也就是它排污口离地的那个23公分，我们就可以调节了。翻这个尺寸还是用我的水平仪，瓦工师傅的水平仪翻了2次，那个有误差挺大的。平时不勤于保护吧，看它全部都水泥糊的都不行了。现在地坪高度已经给我标出来了，标出地坪高度，然后我们从地坪高度往上翻这个架子的尺寸，也就是排污口的中心，从地面翻23公分。不过各个品牌的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吧，就是这个牌子的，商家给的数据就是这样的。水平仪我几乎都打到地平线上了，这个几乎就不用怎么计算了，按照高度往起提就可以了。它这个腿子旁边都有2个固定螺丝的，这2个固定螺丝我们稍微松一点点，然后把这个腿儿给它往长了放到我们要的高度，然后把这2个螺丝给它锁死就可以了。当然在调节的过程我们不可能是一次成型的，可能要经过2到3次的调节。再一个就是它这边这个地不平，我就给它刨了刨，几乎刨平了以后放了一条直线，呢就是找这个框架是否直的，会不会左歪啊右歪啊，这个样子。拧螺丝的位置呢，它是后期抹的灰啊，那个灰我也给它踢掉了，直接踢到那个承重墙上，这样拧螺丝的时候更加结实。在这里要说的是，我们打孔的时候，它这个是打10毫米的，打10毫米的孔，但是这个孔啊，因为最好是我们再通一通，
把这个孔尽量扩大一点。我把这个胀管扎进去以后，拧螺丝的时候感觉很吃力啊，特别不好拧，因为也没有套筒。扎这个胀管的时候我都有点后悔了，我就知道这个螺丝肯定不好拧啊。关键是这个螺丝啊老粗了，太粗了。拧这个螺丝的时候呢，如果不好拧的话，就像我这个样子，把水箱给它先拆掉，因为带着水箱不好拧啊，地方太小。小扳子都不行了，直接上大扳子。如果这个带一个套筒的话，就方便多了，13的套筒。哎呦，拧了老半天，终于这个架子给它固定紧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水箱的螺丝给它拧上去。固定在墙上这个 L 型的支架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可以上下左右的都可以微调。就算我们螺丝上紧了，也可以微调的，微微调整。到时候调节水箱的高低的话，调节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我装这个也是牛逼了，直接上2个水平仪，正面一个，侧面一个，这样得出来的数据，你想想能不完美吧？我给商家那边拍了2照片，商家直接说可以了 ，OK。然后在水箱上按照商家的要求备注了一些信息，就是后期师傅干活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东西。这个水箱呢就是这个样子，已经装完了，其实很简单。如果后期需要挂马桶的话，我还会更一期安装马桶的视频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